将军，您这是练了什么绝世神功？这莫不是传说中的9天玄雷诀？瘦猴，拿我的朝服来，进宫面圣！我要把这大宝贝献给皇上。圣旨到，镇国将军李凡，速速接旨。将军，是宫里的大太监魏公公，他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哈哈哈，肯定是老皇帝听说我闭关半个月，忍不住派人来探我的底了。走，省得我跑一趟。哎呦，李将军，您这是搞什么呢？这么大动静！您来的太是时候了，我刚搞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发明，威力足以改变战争格局，我正要向皇上汇报呢。李将军，休得放肆！咱家可是奉了皇上的旨意来的，你先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国将军李凡屡立战功，威震边疆，朕心甚慰。然连年征战，将军劳苦功高，暗伤隐疾颇多。朕念及将军汗马功劳，不忍见将军再受军旅之苦，今特免去李凡镇国将军职，收回兵权虎符，赐黄金100两，良田100亩。即日起，恩准李凡回老家落雁村休养，颐养天年。钦此。放你娘的狗屁！我们将军才23岁，养哪门子的老？将军，老皇帝不给活路，咱们有神雷，干脆杀进皇宫。反了，反了！你们要造反吗？你纵容手下口出狂言，可是要抗旨不遵。将军，您发句话，俺铁柱就算上刀山下火海，绝不迟疑。将军，下令吧！造你大爷的反！你干什么？你不要过来啊！魏公公，皇上他老人家真的是太懂我了。我这几年为了大钱，落下了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重度脱发、睡眠障碍。我每天早上寅时就要起床早朝，1年365天，全年无休，连探亲假都不批。我早想辞职了。公公，告诉皇上，这黄金100两的遣散费我就收下了。虎符给您，我现在立刻马上就收拾行李滚回老家。李将军，您是认真的？废话，谁拿退休开玩笑？铁柱，别愣着了，快去把府里值钱的瓶瓶罐罐都打包，咱们今天就搬家。既然将军如此识大体，那奴婢就回宫复命了。疯了，绝对是受刺激太大。将军啊，您是不是被气糊涂了呀？您要是心里苦就骂出来，俺铁柱受得住。将军这等奇才，居然落得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场，天理何在？闭嘴！你们两个憨逼，你们真以为我把这颗手雷交上去，老皇帝就会重用我？不，自古帝王多薄情，他看到这东西的威力，他除了惊喜，更深的肯定是恐惧。那我们将军府就这么没了？咱们真去那个穷的鸟不拉屎的落雁村？你懂个屁！京城这破地方，遍地是皇家的眼线，买2斤硝石都有人查户口，根本施展不开手脚。老皇帝让我回落月村，好啊，那是朝廷天高皇帝远、鸟不拉屎的穷山恶水，但对我来说，那里就是一张完美的白纸。我要在那里从头开始。你们把府里所有御赐的金银财宝、古董字画，统统运去黑市当了，全部换成生铁、硫磺、硝石、最劣质的煤炭，还有各种农具和种子。将军，那些古董可是价值连城啊，换成一堆破铜烂铁和煤渣。哼，在我眼里，1吨煤炭的价值超过这满屋子的破瓷器。老皇帝以为把我发配是解除威胁，这是放虎归山。去收拾东西，本少爷去搓2个手雷，免得路上山贼不长眼。阿切！将军，俺们好歹也是镇国将军府出来的，这排场是不是太寒碜了点儿？别人衣锦还乡都是拉着绫罗脚缎，咱们拉着一堆破石头和臭熏熏的黄土串，这要是进了村，俺铁柱的脸往哪儿搁呀？是啊，将军，您看这车轱辘都快压劈叉了，咱们把京城大宅子里的古董字画全当了，就换了这么一堆破烂，图啥呀？你们两个懂什么？绫罗绸缎能当饭吃？这叫能源储备。在你们眼里这是黑石头，在我眼里这可是驱动第1次工业革命的原始动力。将军没救了。呸！行了，别愁眉苦脸的，落雁村就在前面，但理说该带着全村敲锣打鼓迎接我吧。走，进村，让他们感受下平易近人的将军。不对劲，将军，窗缝里有人偷看咱们。
听说他在京城犯了欺君之罪，惹怒了皇上，被剥夺了兵权，赶回来的。小声点，没看他那2个亲兵吗？万一他发了疯屠村怎么办？老聂啊，咱们洛燕村本来就穷得揭不开锅了，怎么还分下来个劳改犯呢？这群刁民，我们将军在边疆抛头湖洒热血保卫他们，他们居然骂将军是瘟神，俺去把他们劈了！站住！我说你这暴脾气什么时候能改改？咱们现在是来建设家乡的，不是来当土匪的。看来老皇帝把我发配回来的圣旨已经提前传到地方了。这县令还真是会添油加醋。将军，你还能笑得出来？这帮刁民把咱们当瘟疫，咱们以后在这村里怎么立足？连口水都讨不到吧？格局小了不是？咱们是来建功立业的，又不是来竞选村草的。走，先回我那3亩祖宅。本少爷好歹是地主出身，安顿下来再说。这特么王八蛋子的，这是谁干的？哟，这不是李大将军吗？怎么认不出家门了？王村长，这怎么回事？我好好的3间大瓦房呢？哎呦，李将军这话说的，您在京城享福，哪知道我们乡下的苦啊？前几年连下暴雨，您这老宅子年久失修，自己就塌了。哼，塌了，房子塌了，瓦片还能自己长腿跑了，门板还能自己飞了。哼，这位官爷，话可不能乱讲。瓦片乡亲们借去修猪圈了，至于门板嘛，李寡妇家的大床塌了，借去垫床腿了。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李将军胸怀天下，总不会跟我们这些穷苦百姓计较这几块破瓦吧？别去修猪圈，你个老匹夫，欺人太甚，砍了你！你敢动我？我可是县太爷亲自任命的村长。李凡，县太爷都传话了，你惹怒圣上，就是个被夺了兵权的罪人，敢动我一根汗毛，我立刻上报县衙，告你谋反。对，你个罪人，休得猖狂！铁柱，把刀收起来。将军，都骑到脖子上拉屎了，您能忍？我让你收起来。算你识相！我告诉你，村里现在1粒多余的粮食都没有，你别指望能在这里白吃白喝。王村长，你的猪圈在哪儿？干嘛？想抢猪？那可是县太爷。我不抢猪，我就想参观一下，用我李家祖传琉璃青瓦盖的猪圈，到底是个什么风水宝地？哼，往南走100步，最气派的那座院子就是我家，后院就是猪圈，你自己去看吧。多谢。走，推车跟上，咱们去视察一下洛燕村首富的养殖基地。我去，将军，他真拿您家祖宅盖猪圈，眼光不错，把瓦片弄走，等于帮咱们省了清理废墟的人工。铁柱、瘦猴，你们真的以为我刚才拦着你们是因为我怂了？那是为啥？因为格局。我问你们，如果你们把王大富杀了，或者把瓦片抢回来，结果是什么？解气啊！哼，解气有个屁用！抢回来一堆破瓦，我们还要自己重新和泥垒墙、上房接瓦。我们带了这么多煤炭，是来盖地主大院的吗？我要建的是重工业高楼，是蒸汽机厂房，是流水线车间。在这个穷村子里跟他们抢几块瓦片，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看到那座破庙了吗？看到了，将军。那庙顶都漏了个大窟窿，四面透风。听说晚上还有狼。你懂个锤子！背靠大山，意味着我们有源源不断的石灰石和木材资源；面临河流，意味着我们拥有建造水利断锤和冷却系统所需的水循环枢纽。远离村庄中心，不仅可以避免初期工业污染引起的纠纷，还能做到绝对的保密和军事化管理。那根本不是什么破庙，那是我们开启大前王朝工业革命的究极沙河。走，我今天就让这帮人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基建。将军，这就是您的究极工业沙河，俺觉得俺们会被冻死。慌什么？万丈高楼平地起，想成功还能怕冷？现在全体都有。基建第1阶段，庇护所生存计划正式启动。第1步，解决温饱问题。这庙漏风太严重，热量流失极快，普通生火不仅不保暖，还会被烟熏死。铁柱，去提水，把黄泥和赶草给我采出粘性。瘦猴，去捡鹅卵石，把生铁板搬进来。传统火巢效率太低，老子要造一个带2次燃施的现代火箭炉。铁柱，把青砖我画的线垒起来，注意，内部通道要呈现出 L 型。为什么是 L 型？问得好，
因为冷空气从下方水平通道进入，遇到燃烧的木柴后被加热，热空气密度小，会迅速沿着垂直的烟囱向上猛窜，狭窄的垂直通道会产生烟囱效应，造成负压，从而疯狂地从底部吸入新鲜空气。这种极度富氧的燃烧环境能让燃烧温度瞬间突破800度，连烟雾里的可燃气体都会被进行2次燃烧，这就叫无烟高效燃烧。听懂了吗？没听懂。没听懂就照做，废什么话？完工，点火实验，瘦猴加柴。将军，这也不行啊，还不如俺在野外生的火。这火成精了，怎么还会往里钻？而且没有一点烟。哈哈哈哈！完美，热效率至少达到了80%。这堵蓄热墙会吸收多余的热量，在火熄灭后缓慢释放，保证着破庙一整夜都温暖如春。基建第一步圆满成功，接下来解决吃饭问题。铁柱，把我们在路上猎到的那头野猪后腿拿过来，切成薄片。瘦猴，去把那罐子粗盐拿来。高温能瞬间产生美拉德反应，将氨基酸还原糖转化为极其复杂的香气分子。将军，你往上面撒了什么仙粉？俺感觉俺的魂儿都被这香味勾走了。这叫科技与狠活，这才是猛男该吃的晚饭。吃，别客气。哼，那个被贬的李凡，现在估计在破庙里冻得直哭爹喊娘吧？没了这身官皮，他连个屁都不是。明天去收尸。这是什么味道？将军，俺悟了。悟出什么了？俺悟出，只要跟着将军，就算是睡破庙，也比在京城当差爽10000倍。就是，将军车是科技与狠活，简直是神仙手段。咱们今天中午吃什么？吃，就知道吃。你们2个饭桶。咱们带的干粮顶多撑半个月，打猎也不是长久之计。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都是封建小农思想。我们要建立工业帝国，第一步是什么？是粮食安全。今天我们要开启基建计划的绝对核心——种田。啥？种田？将军，您别开玩笑了，您是拿刀拿枪的镇国大将军，怎么能去刨土？这要是传回京城，那些言官不得笑掉大牙？笑？等老子种出超级水稻，他们连哭都找不着调。废话少说，瘦猴，拿上金条，铁柱推上小车，跟我下山买地。谁呀？赶着去投胎呀！李凡，你个罪人来干什么？我告诉你，我这儿可没粮食借给你。谁稀罕你的粮食？我是来找你买地的。你是村长，村里那些无主的皇帝，你能做主吧？哎呦，李将军要买地呀，早说嘛！咱们落雁村虽然穷，但地还是有一些的。不知将军看上了哪一块？面积要大，最好连成一片，要有水源。至于土质，无所谓。真是不懂农业的蠢货，种田居然不看土质，那不是把钱往水里扔吗？有，太有了！村子西头紧挨着洛山河，有一大片平地，足足有50亩，绝对符合将军的要求。将军，村西头那块地我知道，叫鬼哭坡。怎么说？那是一大片盐碱地，上面结着一层白花花的盐霜，硬得像石头。别说长庄稼了，连根杂草都不长，就算是条狗路过，都不愿意在那儿撒尿。这老东西在坑咱们。这特么不就是完美的化工废料处理厂和天然的实验基地吗？好，就那块地了。将军爽快，那块地可是风水宝地，一口价50两黄金。放肆！
50亩寸草不生的废地，你要50两黄金，你这老狗想钱想疯了！哎，不用找了，地契拿来。真是大傻子！将军，钱货2具，概不退坏啊！放心，我不退。王村长，1个月后，如果你跪在地上求我把地卖回给你，我可是要涨价的。呸！还1个月后求你？你要是能在鬼哭坡种出1根毛来，我王大富把那50亩地的土全吃了。听好了。这就是宇宙农业的终极奥义：氮、磷、钾。将军，这是哪路神仙的符箓？贴在田里能让庄稼自己长出来？封建迷信要不得！任何植物的生长都需要这3种核心元素：氮，长叶子；磷，长果实；钾，壮根茎。那块盐碱地之所以寸草不生，是因为土壤里钠离子超标，且毫无有机意。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它洗地，给地里注入这3种元素的灵魂。那这3种符箓咱们去哪儿买啊？买？自然界到处都是。铁柱，看到房梁上那些黑乎乎的东西了吗？看到了，那是一群死蝙蝠拉的屎，厚厚一层，臭得很。那是极品氮磷复合肥，蝙蝠粉在现代可是要花高价买的。去，给我全刮下来，1块都不许剩。瘦猴，你去后山砍杂草和枯木，给我挖个坑，全部烧成灰烬。要闷烧，不要明火。烧灰干啥？那叫草木灰，里面含有极其丰富的碳酸钾，是天然的钾肥，还能中和盐碱地的酸性物质。把这些骨头用石头砸碎，越碎越好。这是最纯正的磷酸钙。我们要把这3样东西加上满山的落叶、黄泥，按照科学比例混合，进行高温液氧发酵。我们要造的可不是普通的农家肥，而是能让庄稼产生基因突变的究极复合肥。厌氧发酵正式启动，坑内的微生物会疯狂分解这些有机物，产生高达60-70度的高温，杀死所有虫卵和杂草种子，同时将那些复杂的有机大分子降解成植物可以直接吸收的无间盐离子。滴血！我操！泄漏了！这他妈浓度快赶上生化武器了！将军，您到底在坑里埋了什么邪物？铁柱这么壮的汉子，闻了一口就归西了。闭嘴！他那是轻度氨气中毒，死不了。赶紧去打盆水泼他脸上。发酵池必须排气了，否则一旦爆炸，那漫天飞散的画面简直不敢想象。带上这个。将军，咱们还要继续弄这东西吗？我感觉这东西比您的手雷还恐怖。废话，搞科研哪有不冒风险的？跟我去给发酵排气。这是什么味道？谁家茅房炸了？我的眼睛睁不开了！有毒！这风里有毒！是山神庙那边吹过来的！造孽呀！这
真是造孽呀！我就说那个李凡是个瘟神，他被皇上赶回来，肯定心怀怨恨。这是在山上炼制什么绝世毒药，要拉我们全村人陪葬啊！村长，不能让他再炼下去了。刚才村口的李寡妇去河边洗衣服，闻了一口这风，直接翻白眼晕在河滩上了。就是，这哪是人能搞出来的动静？他肯定是在施展什么妖法。李凡啊，李凡，你这是自己找死！犯了众怒，就算你是将军，今天也得被村民的口水淹死。正好借这个机会把他赶出落雁村，那50亩地的钱也就白赚了。乡亲们，抄家伙！咱们今天就算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上山讨个说法，砸了那妖人的炼丹炉！砸了炼丹炉，赶走李凡！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啊！但鳞甲结构已经完全稳定，腐殖质含量极高。这比我预想的效果还要好。这种肥料一旦施在盐碱地里，别说水稻了，你插根筷子进去，它都能发芽。打倒妖人李凡，烧毁毒药！妖人李凡，烧毁毒药！李凡，你个丧心病狂的妖人，你给我滚出来！哟，王村长，带着全村老少来给我请安啊！这阵仗挺大呀！请你个头！你在山上到底在练什么妖法毒气？咱们村里寡妇都被你熏晕了！你今天必须给个交代，否则我们就算闹到县衙，也要把你赶出去！哎，滚出去！滚出落雁村！收起武器，对待人民群众要有耐心。妖术、毒气，王村长，你的无知真是限制了你的想象力。我那是在搞农业革命，我坑里发酵的是能让水稻产量翻3倍的特级复合有机肥。笑死我了！李凡，你果然是失心疯了！一堆能把活人熏死的臭泥巴，你告诉我那是肥料？李将军，老朽种了60年地，从来没听过这么臭的肥料。你那块盐碱地，就算是把龙王爷的尿浇上去，也长不出一根庄稼。就是拿我们当3岁小孩骗呢！既然你们都不信，那我们就打个赌。从今天开始，我要在那片废地上种田，就用这发酵出来的毒药施肥。1个月，如果1个月后我种不出比你们良田里还要高的水稻，我李凡二话不说，带着我的人滚出落雁村。我剩下的90两黄金，全部无偿捐给村里。此言当真？我堂堂大前镇国将军，一言九鼎。哼！但如果我种出来了呢？你要是能在鬼哭坡种出粮食，我王大富跪在地上喊你一声活祖宗，并且以后你在这村里干什么，我全村绝无二话，奉你为尊。好，一言为定。全村人作证，1个月后，咱们鬼哭坡见。将军啊，您糊涂啊！那地连草都不长，1个月怎么可能种出水稻？水稻光是抽税就得好几个月呀！那是普通的水稻，老子种的是物理化学双重加持的怪物。铁柱，把石膏砸碎，均匀地撒在鬼窟坡上。石膏中的钙离子能置换出土壤中的钠离子，改变土壤砾化性质。再引河水进行漫灌排盐。上核武器！
李凡那90两黄金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了。估计是长了几根变异的杂草。乡亲们，今天是个好日子啊！今天咱们就要拔除村里这个瘟神，还能分到一笔巨款。等赶走李凡，我给家家户户发1斤白面。多谢村长，村长英明。这他妈是水稻，这简直是树精啊！妖怪，这绝对是妖怪！天爷啊！老汉我种了一辈子地，从没见过长得这么高、穗子这么大的水稻。这每1亩地的产量，少说也得有80啊，比最上等的良田产量还要高出3倍啊！这是神迹，神农下凡啊！神农下凡，活神仙啊！王村长，你刚才说这50亩地的土，你准备怎么吃？是清蒸还是红烧？活祖宗，李祖宗，我王大富瞎了狗眼，从今往后您就是落雁村的天，您指东，我绝不敢往西。饭，我给你们种出来了。接下来，都给我吃饱了肚子，准备干活。娘，我好饿，我不想再喝野菜汤了。孩儿再忍忍，等李凡的神道成熟，咱们就能吃上白米饭了。是我没用，连一口吃食都挣不来。哎呦喂，我的老天爷啊，这日子没法过了！早知道就不该免那90两黄金的赌注。将军，俺跟瘦猴去后山转了一圈，这畜生正搁那儿搞树根呢，被俺一拳砸晕拖回来了。不错，肥瘦相间，是做红烧肉的基本材料。去，把后腿和五花肉卸下来，切成2寸方块。得嘞！将军，您这又是在摆什么迷魂阵？这罐子里装的是啥？这是重结晶提存法，粗盐杂质极多，苦涩难咽，长期食用伤身。我是工程师，断然不吃这种劣质粗盐。瘦猴，把这过滤后的盐水熬干。这是盐？纯，太纯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比皇宫里还好。真是没见过世面。哼，有精盐与谷阴酸钠加持，配上野猪肉，今日就让你们见识传统美食的顶尖风味。想要聚拢人心、盘活劳力，就要用好吃食收服整个落雁村。古代人吃猪肉觉得腥臊，全是因为不懂得放血和去腥。看好了，就是现在，下肉！就这么期待，真正的美味还没出炉呢。最后，注入灵魂，盖上锅盖，小火慢炖1个时辰。
肉，这是肉的味道，有人在炖肉。爹，好香啊！我不要吃树皮，我要吃肉。这香味儿比上次还要霸道10倍，受不了了，老子受不了了！李祖宗，李神仙，给我留一口汤吧！快跑！去晚了，连锅底灰都没了。我的鞋呢？不管了，肉，我要吃肉！来了，将军，人数太多，这一锅吃食恐怕不够大家分配。天下从无免费的馈赠，今日我便给众人好好上一课。李公子，求您赏一口吃食，我愿用祖传玉佩换取肉块。公子救命啊！伤口热汤，救救孩子吧！铁柱，开锅。是。香吗？太香了！香吗？想吃吗？香，做梦都香。好，我李凡不是做慈善的菩萨，我是个讲究等价交换的生意人。这锅红烧肉只是开胃菜，在庙后面还有几百斤白花花的大米饭。但是我的粮食不养闲人，更不养懒汉。春荒已至，你们将面临断粮绝境，而我需要大量劳动力效助。今日我将启动洛堰村重工业17工程，我将修建水利砖窑、古法水泥厂，在于洛山河搭建水利退车，造福全村。李公子，这些我们不懂，您直接吩咐我们该做什么就行。很简单，村内14至50岁的青壮年统一编入基建工程队劳作，工程分为采石、伐木、烧窑、和泥4队，全员签订用工契约。所有工程队人员每日严格执行4个时辰工作制，工时结束即刻休息，严禁私自加班，违者严惩不贷。每日3餐管饱，顿顿白米主食，每日标配荤食，保障大家吃食。劳作优异者可获奖励，细粮不匹。工地受伤一律按工伤处理，全额承担医治养护开销。完了，将军失心疯又犯了，这不得把底裤赔穿啊！李将军，您是在拿咱们寻开心吧？以往给地宫干活，从早忙到晚，每日只有2顿稀粥，能活下去已是万幸。每日只劳作4个时辰，还有白米饭和丑草，您这般行事，所求为何？求什么？这是洛堰村工程劳动合同，愿意务工的上前按印，即刻领取碗筷，享用饭菜肉食；不愿参与的，便回村落维持原状，继续艰难度日。我愿意干，我来。只要能让孩子吃上肉，吃上饱饭，多劳作我也心甘情愿，我踏实跟着您干。太香了，这辈子从没吃过这么好的饭菜，这才是安稳的日子。我也要签，让我先按手印。您年纪超了，就别往前挤了。我年纪合适，我可以留下来做监工。铁柱、瘦猴，吃饱了吗？吃饱了，将军。很好，红烧肉不是白吃的。现在，大前王朝第1次工业革命正式打响。瘦猴带领50名青壮年，携带巨斧前往后山伐木，无需细碎劈柴，只需3尺以上粗圆木，用作水坡中轴主材。铁柱带队100人前往河滩挖掘粘土，再去鬼窟坡开采石灰石。今日日落之前，务必搭建完成3座初级土高炉。将军，咱们费力垒土炉不是用来盖房子的吗？只是盖房子？我要炼制水泥，我要造出遇水即凝、坚硬如石的新材料，彻底革新当下的建造方式。此庙破旧不堪，难遮风雨，我将在此地打造一座坚固的工业堡垒，
众人识毕，即刻开工。是。他们不懂高炉与水泥，只知跟着我劳作，便能饱腹吃肉。属于这里的基建浪潮，自此正式开启。水，再快点儿，这刀子可能冒烟了！我的娘嘞！这简直是在伺候一群吞水兽啊！村长，别愣着，快挑水！将军说了，要是饿瘦了这片水稻，今天中午的红烧肉减半。谁敢捡我的肉，我跟他拼了！铁柱，给我条道，老夫要加速了！将军，不行了，村民们快顶不住了！这超级水稻太能喝水了，靠人力挑水，一天12个时辰不休息也供不上啊！人力挑水，这什么原始落后耗产能？我李凡的工业基地怎么能允许存在这种低效劳动？可是将军，不挑水怎么灌溉？难不成让龙王爷下雨？求神不如求机械！把铁柱给我叫回来，把村里的铁匠王大锤还有木匠老鲁全给我叫到河边来。就在这里，咱们要建一座综合水利枢纽。李将军，老朽虽然是个乡下木匠，但也知道什么是水车。造个水车，老朽能做，但问题是鬼窟坡有10几丈高，水坝顶多提水2、3丈。这不现实啊！是啊，李祖宗，这人力挑水虽然累，但稳妥啊。造水商费时费力，万一水提不上去，咱们的稻苗可就旱死了。普通水车，我要造的从来不是简陋的木轮水车。这些带齿的圆环层层嵌套，结构太过复杂，我完全看不懂这是什么装置。这套结构叫做齿轮传动系统，水流不只为灌溉而生，其中蕴藏着庞大的可用动能。我要打造的不是简单抽水器械，而是一座巨型动力园。它既能引水至高坡，也能借水平动能，带动岸上所有作业机械。将军，这实在难以实现。我做了一辈子木工，从未见过木头自行运作，数百斤的木板，人力尚且难动，水流怎可？没错，将军，打铁全凭人力，潺潺流水又怎能催动沉重的打铁器具？固守旧念，愚昧受限，这就是你们固守旧法，只能苦苦度日，而我能让大家饱腹吃肉的原因。老鲁，我问你，3丈直径的巨型木轮，你能否打造出来？能，但巨型木轮需硬木做出来，还要精密榫卯咬合，不然经不住水流冲击，极易松散坍塌。高炉就在眼前，本就是现成可用的。今日我们就开启新式硬核锻造。基建1队全员暂停手头工作，即刻集合。点火，拉风箱。把从京城拉回来的废铁、破刀、生锈的铠甲全给我扔进去！盗墓！将军，这铁剑平整光洁，竟没有半点气泡，实在稀奇。这是排气设计与重力铸造工艺，传统锻打孔隙多，质地脆，这才是规整的科学铸造。将军，水流这么急，扔石头也会被冲走啊！哼，谁说我要扔石头了？上秘密武器！打开麻袋。铁柱，带人用竹筐装满鹅卵石，沉入河底，阻截水流。然后把这灰粉和沙子碎石按照1:2:3的比例混合，加水搅拌。将军，这泥巴稀乎乎的，扔水里不就散了吗？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这叫水下硬化抗压混凝土。到！将军，
这泥巴在水里变硬了，比铁还硬。老朽干了40年木匠，从未见过这种神土。他到底是人是鬼？鲁班在世也不过如此吧。这玩意儿真的能自己动？老鲁，你打的这东西靠谱吗？村长，实不相瞒，老朽只是按照将军的图纸打的木头，那铁疙瘩和轴承全是将军和铁匠弄的，老朽现在心里也没底呀。这么大的家伙，得多少头牛才能拉得动啊？要是转不起来，咱们这几天的红烧肉可就白吃了。铁柱，兽猴，在！把河道上的临时节水坝给我炸了。是。转了，铁盘子咬在一起转了。注意看1号轴，龙骨水车启动。出水了，真的自己出水了，而且这水量比100个人挑水还要快10倍啊！这还不算完，2号轴，离合器合。老天爷啊，见鬼了，真的见鬼了，石头自己会转圈了。还有最后一步，3号轴，头轮机构启动。神仙，这是神仙下凡啊！您就是公输帮在世，李祖宗万岁！活神仙保佑啊！李将军法力无边，看到没？这就是咱们将军的实力。以后谁再敢说将军是瘟神，俺铁柱第一个锤爆他的狗头！法力无边，呵呵，这叫物理。从明天起，舂米房和磨坊全鲜豆开工，准备吃白面馒头，把全村所有的破铜烂铁全部集中起来。李祖宗，这饭都有了，还收破烂干啥呀？吃饭是为了活着。但老子可是被皇帝贬回来的将军，为了防止朝廷那些闲着没事的贪官污吏来抢咱们的粮食，接下来咱们该开始造点自卫武器了。完美，这水利断锤的效率比100个铁匠抡大锤还要高。将军，您让俺们收集村里的废铁，就是为了打这些一头尖一头圆的铁管子。这玩意儿既不像刀也不像枪，拿来干啥用啊？刀枪那是野蛮人才玩的东西。我李凡既然要在这开启工业革命，怎么能走冷兵器的倒退路线？看好了，这叫什么？这叫固态料推进进器雏形。将军，白糖俺去黑市高价买回来了，这玩意儿贵的离谱。您想吃甜点还是干啥？这是用来做燃料的。黑火药的推力太不稳定，容易炸糖。但如果把硝石和白糖按照固定比例混合熬制成糖浆，再灌入这个推进器里冷却固化，这就叫硝糖固态推进药，燃烧稳定，推力极大。再加上我在尾部抓装的木质空气动力学尾翼，将军，您别拽词儿了，您就直说，这到底是个啥暗器？暗器，这叫窜天猴加强 Plus 版，不仅能上天，还能自动巡敌，是居家旅行的终极神器。天老爷，稻穗比狗尾巴还粗，谷粒比黄豆大。村长，过秤了，过秤了，8担，整整8担啊！全是上等精米，没一点鼻骨。咱们落雁村有救了，再也不用啃树皮了。
大家敞开了吃。将军说了，今天白米饭管饱。哟呵，吃着呢，挺香啊。哎呦，原来是赵捕头啊！什么风把您给吹到我们这穷山沟宅了？您吃了吗？要不尝口咱们这儿的糙米饭？糙米饭？你当老子瞎呀？这种晶莹剔透的精米，连县太爷过年都吃不上。你们这群泥腿子居然在这里敞开了吃！老东西，说，你们这群穷鬼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精米？这是咱们村自己种出来的呀！放屁！就你们这破地，能种出这等神仙大米？去给老子搜，看看藏了多少粮食，统统没收！是。不要啊！这是半年的口粮啊！那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木头疙瘩怎么自己会动？赵头，这村子透着邪气啊！要你个头！这绝对是个大宝贝，要是能搬回县衙献给县太爷，老子这辈子都不用愁了。听好了，这妖物蛊惑人心，必须没收，全都给老子去拆，拆成一块一块的搬回县衙。不能拆！谁敢动神堂，我跟他拼了！拼了！大不了同归于尽，保护水车！保护水车！赵爸，我告诉你，这水车是我们落雁村的命，你今天要是敢动它一下，我们全村跟你拼命！一群刁民还敢拿武器拒捕，我今天就是把你们全杀光了，报个刁民谋反，就地正法。县太爷不仅不会怪罪，还会赏我。兄弟们，拔刀，谁敢拦着，直接砍了！我看今天谁敢动这水车一下？李将军来了，我们有救了！你是什么人？敢管我们县衙的闲事？你活腻了！你就是那个认回拔毛税的恶霸捕头。以前在京城混的时候，别人叫我镇国大将军。不过现在嘛，我是这个村的包工头李凡。镇国将军。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那个被皇上夺了兵权，像条狗一样赶回老家的废柴将军啊！李坟啊，你还以为这里是京城呢？你现在不过是个戴罪之身的泥腿子！我告诉你，在这落雁村，老子赵爸就是天，老子就是王法。既然你以前是个将军，那家底肯定丰厚。今天这水车我要了，这粮食我要了，你乖乖给老子掏出1000两的保护费，否则老子今天连你一块砍！赵捕头，何必动刀动枪的呢？大家都是为了求财嘛。这水叉太重了，你们搬不走。这样吧，我这里有几个我们自己研发的土特产，我把这个送给赵捕头当见面礼。今天这事儿咱们就这么算了，如何？哼，算你小子识相！什么土特产？拿来老子看看，要是值钱。瘦猴，给赵捕头展示一下我们的窜天猴。好嘞！大号变主，力反，你敢到炮仗糊弄我？嘘！3、2、1，起飞！我操！我的眼睛，耳朵聋了，救命啊！我的妈呀，赵捕头，您这拔毛税拔得挺彻底啊，自己的腿毛都拔光了。不准看，大姑娘小媳妇都把眼睛闭上，当心长针眼。鬼啊！有鬼啊！赵捕头，救救我们！赢了！李将军万岁！将军，俺就说这玩意儿威力不够吧？光听个响，要俺说，刚才直接给他们装上铁片，一波带走多爽！愚蠢！先回去吃饱，再商量下一步。爽！太爽了！李将军那几个会飞的火筒子，
直接把赵扒皮的腿毛都给炸飞了。我看他以后还怎么在县里做人？就是跟着李祖宗有肉吃，还不受我的气。您今天露的这一手，简直是天神下凡。那赵扒皮回去之后，肯定吓破了胆儿，再也不敢来咱们落雁村了。不敢来？哼，王村长，你的智商连你家猪圈里的母猪都不如。将军，咱们不是打赢了吗？打赢，这叫捅了马蜂窝，暴力抗法，形同谋反。打狗还得看主人，最多3天，1000守备军就会把落雁村夷为平地。1000守备军，完了，全完了！落雁村要被满门抄斩了。怕什么？咱们有李将军的神车和神雷，大不了跟他们拼了！拼你个大头鬼！你们一群连刀都没摸过的农民，拿什么跟正规军拼？拿粪叉去挡弓箭吗？再说了，我费这么大劲搞基建，是让你们去当炮灰的吗？你们每个人现在都是我极其宝贵的熟练产业工人，死一个都是我的重大损失。那将军，咱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啊！谁说要坐以待毙了？树挪死，人挪活。这落雁村除了一条洛商河，连块像样的铁矿石都没有，发展不了重工业。这破地方，老子早就不想待了。我们要全村大迁徙。瘴气谷，李祖宗使不得呀！那是十死无生的绝地啊！那地方离咱们这儿有100多里，四面环山，终年笼罩着五颜六色的毒瘴气。传说里面有吃人的精怪，进去的人连骨头渣子都出不来呀！朝廷把那里划为禁区，连逃荒的流民宁愿饿死都不敢往那儿走半步。是啊，将军，去那儿不是送死吗？哼，毒瘴气。亏你们还在大山里住了一辈子。我问你们，那瘴气是不是在下雨天和清晨特别浓？是不是闻起来有一股刺鼻的臭鸡蛋味儿？对，听说去过边缘人说，那味儿能把人活活熏死。那特他妈叫硫化氢和2氧化硫，那根本不是什么毒气，那是浅表层露天煤矿自然氧化加上地热散发出来的半生气体。还有你们说的那个寸草不生红得发紫的赤血地，那是纯度高达60%以上的赤铁矿，在我眼里，那是天赐的终极钢铁重镇，是支撑我们降维打击整个冷兵器时代的能量核心。将军，俺听不懂，俺就问一句，那毒气真熏不死人？那是浓度太高了，缺氧。到了那边，只要在山谷高处安装几台巨型水力抽风扇，强行改变山谷的空气对流，再配发我特制的活晶炭防毒面具，那点半生气体连个屁都算不上。留在这里，3天后你们全都要被县令砍头，粮食被抢光，水车被拆光。跟我去瘴气谷，我保证到了那里，没人收你们的拔毛税，没人敢欺负你们。你们想一辈子当缩头乌龟吗？我不仅让你们天天吃白米饭，顿顿吃红烧肉，我还要在那里给你们造永远不会塌的水泥楼房，造能自己跑的钢铁怪兽。信我李凡的，现在就去收拾东西；不信我的，留在这儿等死。我干！我二狗这条命是李将军给的，将军能让盐碱地长出神道，能让木头自己砸米，将军说是宝地，那就是宝地。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我二狗也跟着将军跳了。我也去，死在毒气里也比被官府砍头强。跟着李祖宗走，吃香的喝辣的。妈的，干了！老夫这就回去指挥大家打包。慢着，打包可以，但我有规矩。这次是急行军大迁徙，100多里山路，必须在3天内赶到，所以除了粮食、种子和所有金属铁器，其他没用的破烂一律不准带。什么破衣裳、烂被褥、破瓦罐，统统扔掉。水车要拆了，带走核心部件。至于怎么带，这就是我接下来要给你们上的古代物流学革命。铁齿轮全拆，木头直接烧，铜门环、棺材钉全给我抠下来。带不走的，烧屋、刮土，寸草不留。将军，20辆破推车
根本拉不完800畀粮食啊！破推车拉不动，是因为木头轴摩擦力太大，全消耗在滑动这摩擦上了。大锤，我之前让你用土高炉炼的小铁珠子和铁环，弄好了吗？弄好了，将军。按照您的吩咐，珠子6元，铁环中间有槽，正好能把珠子卡进去。看好了，这么滑溜，这叫关珠轴承，滑动摩擦变滚动摩擦。物理学上，摩擦系数直接降低几10倍。老鲁，立刻召集所有木匠，把全村的推车轮子全拆了，在轮轴中心全部镶嵌这种专珠轴绳，再把木板加宽。上去推，刚装满5袋大米。我操！将军，这车见鬼了！俺感觉像是在推一团棉花，太他妈轻了，造出神车了！有了这玩意儿，别说800担粮食，就是把整个落雁村搬走都不成问题啊！管珠轴承，工业物流的神级 buff， 全村突击，流水线改装。铁柱，野猪肉熬浓汤放重盐。老鲁，陶罐开水煮半时辰。瘦猴去采蜂蜡，没蜂蜡用猪油。冷却后，这层猪油和蜂蜡会形成绝对密封的隔氧层，只要罐子不破，这玩意儿在常温放半年都不会坏。干得漂亮，真正的坚壁清野。将军，咱们现在就走吗？急什么？给县太爷留点惊喜。搞定，全体都有。目标胀气谷，出发！包围落雁村，一只苍蝇都不准放出去！大人，就是这里！李凡私造火器，占神仙渡，今天必将他们一网打尽！哼，一个被夺了兵权的落水狗，也敢在本县的地盘上撒野！传本官命令，男的就地格杀，女的迈入教坊司。粮食和武器统统充公，冲进去！大人，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大人，房子全被烧了，连口水井都被石头填死了。大人，见鬼了，他们连泡狗屎都没留下。鬼哭坡那边的田地，连地皮都被刮走了3寸啊！这他妈是遭了天谴吗？几百号人800担粮食，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凭空消失？不可能！几百号泥腿子带着那么多粮食，走不远的。大人，这石碑后面有字。混账！狂妄至极！脚下有什么东西？给本官挖！大人，挖到了，是个红色的纸筒子，还有一根长长的线。线好像正在冒烟！我操！大人快趴下！李盘，本官与你势不两立呀！全速前进！吁！我的亲娘老妹，这就是黄泉入口啊！李祖宗，咱们不能进去啊，绝对十死无生！将军，这地方确实邪门，要不俺先闭着气冲进去探探路。俺肺活量大，能憋半炷香。憋你个头！多纯正的2氧化铀和硫化氢啊！这浓度，下面绝北是一个超大型的优质露天煤矿，而且伴生着高品位的黄铁矿。都把心放回肚子里。我说了，这世界上没有鬼神，只有你们不懂的化学。瘦猴，把在路上让你们赶制的防毒面具发下去，一人一个，连牛都得带上。木炭能完美过滤有害气体，带上它，阎王爷的毒气也毒不到你们。神了！那股臭鸡蛋味儿真的一点都闻不到了，我的也不臭了，李祖宗给的法宝显灵了。哼，行了，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全体都有，推车进谷。发财！
铁柱，你看那片红色的山崖，那是品位高达60%以上的富赤铁矿，不用深挖，直接砸下来就能炼铁。这是无烟煤，紧致高的离谱，而且就在地表，不用挖矿洞，直接用铁镐刨就能当燃料。荒野求生，丛林探险，不存在的。老子的字典里只有基建狂飙。所有人听令，从现在开始，落雁村正式改名为大前第一重工业基地。王大副出列。从今天起，你不再是村长，你被任命为基地后勤与人力资源部总管，简称王主管。你负责把全村人登记器造表，按年龄、性别、体力进行泰勒制流水线分组。李祖宗放心，老夫不对，王主管保证完成任务。铁柱出列。在。你力气大，从今天起，你就是冶金与重型机械车间主任，带200个最壮的盒子，负责开采铁矿和煤矿。瘦猴出列。在。你机灵，手脚麻利，你任建材与轻工业车间主任。带150人，负责烧水泥、采石灰石和石英砂，开采铁矿和煤矿。老鲁大锤出列。在。你们俩担任装备制造与技术研发部工程师，带领所有手艺人，负责给我造水轮风箱、齿轮。将军，咱们现在第一步干啥？先打草脖子睡觉吗？睡个屁！这谷里的毒气虽然戴面具能防，但太妨碍视线了，而且影响燃烧效率。第一步，物理驱散。老鲁，带人去河边，用最快的速度给我造3架直径5丈的超级水力大风，不要齿轮，直接连着巨大的排风扇叶。我要用这水流的动能，造3台古代版工业级排气扇，把这谷里的毒气硬生生给我抽出去。神了，天亮了！水力排风系统运行正常，现在基建狂潮正式开启200倍速。早班的兄弟们，起床上工了！食堂的肉包子和白米粥鸡已经做好了，吃饱了去换夜班的兄弟。快快快，把这批烧好的水泥石料运出来！将军说了，马上入冬，今年谁也不准住漏风的茅草棚子，建一座永远不怕风雪的屋子。拉风响，用力拉，水力不够，人力来凑，温度还差一点儿。温度突破1440度，铁水融化，开炉出铁。漂亮，这流动性，这纯度，高品位矿石加上无烟煤，这炼出来的不是生铁，是直接可以用来锻打的熟铁，甚至是钢。将军，您这大半个月天天让人去河滩筛那些白色的沙子，又让人烧草木灰，到底是要练啥绝世神兵啊？练神兵？那种打打杀杀的东西有什么技术含量？把那边的石砾石粉、草木灰和纯净的石英砂，按照我写的比例倒进那个苍炉里，用最高温烧。看好了。这火浆壶还能吹气？这叫圆筒吹向法，是早期制造平板玻璃的经典工艺。送后退5炉，缓慢降温，否则温差过大会炸裂。这是何等险物！将军，这绝对是玉帝老儿用的凝水成冰之术啊！凝你个大头鬼！这叫玻璃，这玩意儿在京城巴掌大的一块，那些达官贵人就愿意出1000两黄金来买。但在这里，在我的工业帝国里，我要用它给全村人每家每户都装上透光的窗户。今年冬天，我要让所有人坐在屋里，吹着暖气，看着外面的大雪纷飞。这鬼天气，今年的煤炭又涨价了，城外冻死多少流民？回大人，冻死饿死了几百个了。今年春荒加上冬寒，百姓手里没粮，连个避风的地方都没有。一群贱民，死了就死了。对了，
那个叫李凡的反贼抓到了吗？没有，大人，那群泥腿子向人间蒸发了，到处找不到。哼，冰天雪地的，他们什么都没带，估计早就冻死在哪个深山老沟里了，活该！剪彩，放炮，历时3个月，大前第1重工业基地员工家属区落雁小区1期工程正式竣工。今天按户口儿分房。这屋子地上在冒热气啊！别大惊小怪的，这叫全覆盖式北方地暖系统，改良版火炕。我在铺基砖的时候，下面留了烟道，炉子一烧，热气就会顺着地板下的管道循环，最后从外面的烟囱排出去。没有烟，没有毒，光脚踩在地上都是热的。再加上这双层中空玻璃的保温效果，这个冬天就算外面下刀子，你们在屋里也能穿着短袖吃冰棍儿。李祖宗啊，我王二狗上辈子是积了什么德能碰上您啊？爹，这窗户真神奇，外面的雪花飘在上面，竟然吹不进来。傻小子，外面的人正在为了一口树皮冻死饿死，而我们在李将军的带领下，已经不在凡间了。将军，房子盖完了，大家都乐疯了。下一步咱们干啥？继续盖楼吗？盖楼那只是解决员工福利，温饱解决了，重工业的底子打好了。等这场雪停了，我们直接开启蒸汽时代。哟，二狗，今天去采矿车间还是去水泥厂啊？今天休牧，将军说了，严格执行上午休2。今天带老婆孩子去河边钓鱼。大锤，气缸内壁打磨的怎么样了？将军，俺真的一滴都不剩了。这破铁桶，您让俺用水力糖床钻了整整1个月，钻完还要手工打磨。您说内壁的误差不能超过1根头发丝，俺为了磨这玩意儿，2个膀子现在比大腿都粗啊！别给我废话，这叫工科精度。严丝合缝，大锤干得漂亮。老鲁，密封圈搞定没有？将军，按照您的吩咐，用后山找的野橡胶树枝叶混合了硫磺粉和草木灰，在高温下煮了3天3夜，终于弄出了这种有弹性的黑皮皮。不过将军，老朽不明白，咱们费了2个月的心血，把这全村最精锐的手艺人都集中在这里，就为了造这么个大铁疙瘩？老鲁，你懂个屁！这肯定是将军发明的终极工程兵器。看到那个大铁轮子没？只要一推出去，不管是城墙还是骑兵，统统碾成肉泥。将军，咱们是不是要推着这铁王八打回京城，把老皇帝的龙衣给碾碎了？碾你大爷！你们这群满脑子打打杀杀的，老子是文明人，造反这种没技术含量的事儿，那是莽夫干的。听好了，它叫晚富式蒸汽机，代号大前1号，它将是终结这个农业时代，开启工业霸权的绝对神明。将军，那它到底是干啥用的？烧开水。烧开水？将军啊，俺们带着几百号人没日没夜的挖矿炼铁打磨，折腾了整整2个月，搞出这么个重达万斤的铁疙瘩。您告诉俺，它是用来烧开水的。将军，您要是想喝热水，俺去外头给您生个火盆不行吗？何必费这么大劲儿啊？你们懂个锤子！实践出真理，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开水的力量。上煤，点火！将军，它响了，它是不是要炸了？炸不了，我装了蛮拳阀。指针动了，1个大皮鸭，2个大皮鸭，3个大皮鸭，蒸汽已经聚满，见证奇迹吧！动了，没牛马拉它，铁轮子自己动了。还没完！
这是……俺收回刚才的话，这哪是烧开水，这分明是把龙王爷封印在铁桶里了呀！这就是热能转化为既胸力的终极浪漫。只要给他足够的煤和水，他就能永不疲倦地转动下去。100匹马，1000个壮汉，在他面前都只是蝼蚁。现在，我要让你们见识一下，这股足以颠覆世界的动力，能用来干什么伟大的事业？将军，俺懂了，您是要把刀片绑在飞轮上，做成自动切成机，然后杀进京城吗？杀！一天到晚就知道杀，格局大一点。老鲁，去把我让你做的那个铁架子推过来。大锤，去后勤部找王大富，牵一头最肥的羊过来，拔毛洗净。大家不要怕，今天是为了庆祝咱们基地第1台动力源诞生，我特意给大家准备的保留节目。核齿轮。将军，您造出这惊天动地的神物，就是为了烤个羊？怎么，有意见？手工翻烤受热不均，容易烤焦。用整气机提供的绝对匀速旋转，能让这头羊的每一寸肌肤都经受炭火最完美的洗点，这叫热力学巅峰料理。太好吃了！这羊肉外焦里嫩，炸了。李祖宗英明，这铁王八用来烤羊绝配，简直是神器呀！真香！这铁家伙虽然长得吓人，但烤来的是肉，烤出来的肉是真好吃啊！李将军发明的，能差吗？以后咱们村是不是天天能用它烤肉？王主管，在。李祖宗有何吩咐？春耕要开始了。咱们这几个月开荒开出了整整1000亩地，但是咱们村连一头牛都没有。你打算让大家怎么翻地？李祖宗，这可咋办啊？咱们顾着盖副房子打铁田，忘了去外面买耕牛了。这要是错过了春耕，就算咱们住这仙宫，冬天也得饿肚子呀！慌什么？有我在，还用那种低效东西？老鲁大锤，把那大玩具开出来！是。我的亲娘，死舅奶奶呀！那是李祖宗，这是您请来东海龙王的3太子吗？他怎么会冒烟？他还能自己走路？龙你个头！王大富，你不是愁没有牛吗？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这叫大前1号蒸汽拖拉机。它不用吃草，不用睡觉，不会累，不会生病。只要你给它喂煤和水，它就能爆发出相当于100头壮牛的牵引力。你那1000亩地，用它来翻，只要3天时间。我不信，这世上怎么可能有比牛还厉害的东西？不信，王大富，上来！李祖宗，我不去。少废话！你是村长，你是农业部主管，你不带头谁带头？坐稳了，挂档，松离合，推刘忠杆。救命啊！睁开眼睛，看后面。这老天爷啊，神了！真的神了！翻地了，石头都能翻开呀！100头牛，这真他妈比100头牛还要猛啊！李祖宗，开快点，再开快点！我要把这座山都给翻过来！神牛啊！一天翻300亩，有这神牛在，咱们以后还怕什么皇帝？大前第1村，咱们落雁村天下无敌啦！娘的，我真是个井底之蛙！太厉害了，李祖宗，我王大夫这辈子没服过谁，但从今天起，您就让我开着这台铁王八去冲锋陷阵，去京城撵老皇帝的皇宫，我王大夫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冲锋陷阵，
皇宫，他不配。温饱解决了，动力解决了，农业机械化也搞定了。二狗，把那边的水渠挖深点儿，别耽误了老子灌溉。村长，不对，王主管，您慢点开，这铁王八太猛了，别闪了您的老腰。懂个屁！这叫工业推背感。唉，无敌是多么寂寞。房子盖了，地也种了，温饱彻底解决了，可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将军，您又咋了？咱们现在天天有肉吃，住着带地暖的仙宫，连村口的黄狗都胖得走不动道了，您还有啥不满意的？你懂个锤子！咱们现在这叫内循环，虽然自给自足，但是咱们没有钱啊。没钱？将军，咱们在谷里吃饭穿衣都不花钱，要钱干啥？钱不是用来花的，钱是用来衡量我们对这个世界打击程度的指数。再说了，以后咱们要扩大生产，要造火车、造轮船，需要去外面买大量的铜矿、橡胶和精密材料。光靠咱们在谷里闭门坐车，猴年马月才能实现伟大梦想。所以，咱们必须搞钱，不仅要搞钱，还要把大钱王朝国库里的钱全给老子吸干！将军，您是不是又想造炸药去抢国库了？粗鲁、野蛮！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我是个伟大的工程师，也是个有良知的企业家。我要用手段，让他们跪着把钱塞进我口袋里。传我命令，大前第一重工业基地正式开启轻工业剪刀差计划。去把王大富给我从拖拉机上喊下来。铁柱叫老鲁、大锤，还有村里最手巧的50个妇女，全部到1号实验室集合。李祖宗，您找我们来是要造什么新兵器吗？不造兵器，造奢侈品。二搞媳妇儿，这是什么？回将军，这是咱们食堂杀野猪熬剩下的下脚料猪油，还有一些羊油，又腥又膻，狗都不吃，准备扔了的。老鲁，这是什么？这是将军您前几天让老府带人烧的草木灰，用水过滤后熬出来的碱面啊！这玩意儿烧手的很，很好。今天我就教你们怎么把这一堆狗都不吃的下脚料变成京城贵妇们愿意拿10两黄金来换的神物。第一步，皂化反应。把猪油全部倒进去，加热融化。然后把碱水缓慢地倒进去，注意，必须是一个方向不停地搅拌，不能停。起反应了，起反应了！油脂在碱性条件下溶解生成高级地防须酸盐和甘油，这就是化学的魔力。将军，这煮出来的白色浆糊是啥？能吃吗？吃？你吃一口试试。你把火撤了。接下来，注入灵魂。这是我让瘦猴在深山里采的野生玫瑰和薄荷，用水蒸气节流法提取出来的高浓度复合精油。天爷啊，好香啊！这比村头开的桃花还要香。这要是抹在身上，那不得香一辈子？趁热倒模。接下来就是等它冷凝固，然后放在通风处熟化半个月。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款暴利产品——落雁牌高定手工精油香皂。它的去污能力
是古代草木灰和皂煮的几10倍。用它洗澡洗头，不仅能把身上的泥垢洗得干净，还能自带玫瑰体香，连跳蚤都待不住。将军，这玩意儿真能卖10两黄金？10两，那是起步价。在那些几个月不洗澡，靠熏香掩盖体味的古代贵族眼里，这种能让人瞬间清爽、自带体香的神器，就是无价之宝。但是，单卖香皂还不够。瘦猴，去把我前几天在玻璃车间吹出来的东西拿过来。好嘞。老天爷啊！这杯子太干净了，连一点渣子都没有。这要是装上西域的葡萄酒，那得是什么神仙日子啊！没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香皂代表着卫生和体面，高脚杯代表着品味和阶级。最后一样，咱们的雪花精盐在村里是用来炒菜的，但在外面，这是用来炫富的。王主管，在，让木工仆用最好的紫檀木和红木打造一批最高档的包装盒，里面要垫上最软的丝绸。把这3样东西给我组装成大钱盛世至尊盲盒套装。记住，我们不卖单品，我们只卖套装。每个包装盒上都要用烫金刻上4个大字“落雁严选”。每个月只出货100套，多1套都不行。啊，将军，香皂一锅能出几千块，盐更是吃都吃不完，为啥1个月只卖100套啊？多卖多赚钱呢！愚蠢，这叫饥饿营销，物以稀为贵。如果我们敞开了卖，这东西就会变成大陆货，顶多卖个几两银子。但我1个月只卖100套，京城那么多达官贵人，那么多王室宗亲，他们分得过来吗？分不过来，他们就会抢。为了面子，为了攀比，他们会疯狂抬价。我要让他们知道，在大钱王朝，你官再大，钱再多，如果不拥有一套落雁严选的香皂和玻璃杯，你都不好意思出门跟人打招呼。瘦猴听令，在。我交给你一个极其艰女的任务，脱下你的工装，换上最名贵的丝绸长衫，带上10个最机灵的兄弟，拿上50套落雁严选，乔装打扮，秘密潜入京城最大的黑市拍卖行聚宝阁。去吧，把大钱王朝的物价给老子彻底打下来！将军放心，属下就算拼了这条命，也把京城那些冤大头的钱全给您赚回来。我说这位侯老板，我们聚宝阁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破烂都收的。你说你有一笔惊天大买卖，要直接上我们今晚的押证拍卖？哼，哪怕是东海的夜明珠，在我们这儿也就配个开场。刘掌柜，口气别太大，当心闪了舌头。我带来的东西，怕你这聚宝阁吃不下。笑话！在这京城，还没有我聚宝阁吃不下的东西。这是西域最顶级的琉璃，不对，西域的琉璃根本不可能这么纯净。这又是何等香料？老夫闻遍天下奇香，从未闻过如此清新脱俗、直击灵魂的味道。哼，这叫落雁严选至尊套装。那杯子名曰水晶高脚尊，那香料名曰玫瑰凝脂皂，不仅能留香100日，还能洗净天下一切污垢。至于那白粉，
名曰雪花鲜盐，没有一丝苦涩之味。刘掌柜，现在这东西有资格上压轴了吗？有，太有了！侯爷、侯祖宗，这宝物还有多少？我全包了，一套1000两。1000两？你打发叫花子呢？实话告诉你，这是我家主子偶尔从一位海外仙人手里得来的，普天之下绝无仅有。我今天只带了10套，底价2000两白银一套，价高者得。2000两起拍，好，侯爷稍坐，我这就去安排。今晚京城的天要被您这宝物给掀翻了。各位贵客，今晚的压轴真比提前开拍。此物太过逆天，各位长眼时可护好心脏。那是何物？居然比水晶还要透明！天哪，好香！我坐在这儿都闻到了那股香味。落雁严选至尊套装，水晶尊、凝主皂、雪花盐，普天之下仅此10套，底价2000两白银。3000两，我家王爷要。呸！3000两也想买仙物，我出4000两，户部尚书府全包了。5000两，谁敢跟我们长公主府抢？发财了！将军真是个神仙啊！哟，李大人，您今天身上这股子薄荷味儿，可是用了落雁严选的新款凝主皂。王大人鼻子真尖，好不容易花了5000两银子，在黑市抢到的。不仅如此，老夫昨晚还用那水晶樽喝了西域葡萄酒，那滋味真是给个神仙都不换啊！唉，李大人好福气，我拍了半个月都没拍到。我家那个黄脸婆天天在家里跟我闹，非要我给她买一块那个什么玫瑰皂，愁啊！嘿，这盐是怎么回事？怎么又苦又涩？御膳房是想冻死朕吗？皇上青海盐路不畅，最近宫里用的已经是最好的粗盐了。国库呢？户部尚书不是说秋收了吗？国库里还有多少银子？连年征战，加上今年北边大旱，国库里能动用的现银不足10万两了。废物，全都是废物！10万两，堂堂大前王朝，国库里只有10万两，朕连一口好盐都吃不上。朕听说，最近京城里那些王公大臣天天花天酒地，甚至为了一块什么洗澡用的肥皂，一个喝水的杯子就能制出10000两白银。他们哪儿来的那么多钱？给朕查，狠狠地查，那个奸商到底是谁？把他的家产全部抄没充公，以充国库。皇上，奴婢已经派锦衣卫去暗查了。听说那货源好像是从西南方向的深山里流出来的。西南深山，将军，不行了，真的装不下了。瘦猴这3个月往回运了整整200车金银珠宝，咱们的3号仓库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全是金子银子。装不下就建4号仓服，用钢筋混凝土建防空洞级别的，这点钱就看花眼了。将军，俺不懂，咱们有这么多钱了，为啥不去县城买好酒好肉，非得把这些金条融了呀？买东西那太俗了。大黄，过来。李祖宗啊，那可是10斤黄金啊，在京城能买一条街啊！您给一条狗带。
金银财宝如果没有工业基础作为支撑，那就是一堆废金属。老皇帝现在估计正对着空荡荡的国库发愁呢。哼，他要是知道他梦寐以求的国库财富，现在正挂在落雁村的一条狗脖子上，不知道他会不会气得当场脑溢血呢？传我命令，从明天起，香皂和玻璃停产。啊，这么赚钱的买卖怎么停了？因为他们手里的闲钱，已经我吸得差不多了。接下来，他们该动歪脑筋来抢了。而且我积攒这些资金是为了下一步的究极计划。老鲁，大锤，把咱们的蒸汽机床全面开动起来。是时候批量制造加特林菩萨，给这个冷兵器时代进行一次改造了。反了，简直是反了！堂堂户部尚书，掌管天下钱粮，居然在朝堂上跟朕哭穷，说国库里连给边关将士发军饷的50万两白银都凑不齐了，钱呢？朕的大钱王朝年年征税，钱都去哪儿了？皇上息怒啊！连年天灾，加上北边战事吃紧，这国库确实是空虚啊！空虚个屁！还有，朕在皇后那儿看到他居然用一个拳头的琉璃杯在喝酒，那杯子纯净的连一丝杂质都没有，连可是天子都没见过的极品宝物，他们从哪儿弄来的？回皇上，最近京城地下黑日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叫聚宝阁的商行，他们每个月都会拍卖一种叫落雁严选的至尊套装，里面有能洗净百毒的凝乳皂，还有比血还白的仙人盐。一套多少？起步价1万两白银，而且有价无市，黑子里已经被炒到了3万两一套。一套洗澡喝水的玩意儿卖3万两，这帮贪官污吏居然有这么多钱去买这种奢侈品，他们把朕的国库当成什么了？报！启禀皇上，西南10万火急密报。念。回皇上，按探查明，京城黑市里流通的所有落雁严选至尊宝物货源，全部来自西南深山的瘴气谷。瘴气谷，那不是出了名的死地吗？不仅如此，暗探拼死传报，那里建起了一座极其恐怖的机关城池，城墙比京城还坚固，用的是遇水成石的灰色妖土，谷中还有不用牛马就能跑的机关异兽，喷黑烟，一天能耕300亩。你是不是疯了？这世上哪有不需要牛马就能跑的怪物？皇上，千真万确呀！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暗探查明了那个贩卖仙物、赚走了京城几百万两白银的幕后黑手，以及建造那座机关城池的主人是谁？是被你免去兵权流放回乡的镇国将军李凡。好一个李凡，好一个镇国将军！朕以为把他流放到穷山恶水，他就成了没有牙的老虎，没想到他居然背着朕在深山老林里私造机关异兽，私自聚敛天下财富，他这是要造反！皇上息怒！传朕旨意，立刻调集10万精锐大军，由镇远大将军亲自统帅，10万大军立刻开拔西南瘴气谷，给朕踏平那里，把李凡给朕大卸8块。要让他知道，在大前朕才是天！看懂了吗？这叫蒸汽动力车床。大锤，你以前打铁全靠锤子砸，精度太低，误差太大。有了这台车床，咱们就正式告别了手工打磨的原始时代。上刀片。老天爷呀，铁削铁，而且削得这么平整，这叫材料学，高硬度切割低硬度。有了这台切床，咱们就能加工出绝对标准的枪管和零件了。将军，您要造枪，那种填火药的火铳不如弓箭好使啊。火铳？那种落后的烧火棍也配叫枪？我要造的是能够洗涤一切封建罪恶，代表着工业革命终极火力的绝对信仰。它叫落雁1号蒸汽加特林菩萨，一息3600转，大慈大悲度世人。它不需要塞火药，我用冲压机做出了铜制弹壳，里面填满了高纯度无烟火药和雷公底火，只要摇动这个把手，
或者接上微型蒸汽机的转动轴，它的6根枪管就会交替开火，退壳上横。它的射速是1分钟600发。600发，一眨眼的功夫射出10支箭的距离，这要是打在人身上，打在人身上，在加特林的火力网里，碳基生物只有一种形态，那就是肉泥。李祖宗，您造这神仙杀气干啥？咱们在谷里种地赚钱挺好的，外面也没人敢惹咱们啊。哼，没人敢惹。王大富，你记住，当我们拥有了足以买下整个大前王朝的财富时，如果没有与之匹配的武力，那我们就是老皇帝暗盘上最肥的那头猪。算算时间，瘦猴在京城的消息，老皇帝应该已经知道了。以他的性格，绝对会派大军抢钱的。走吧，今天不搞军工了，下午我要给咱村的下一代普及一下科学。同学们，今天我们不学四书五经，也不学知乎者也，今天我们学基础物理，动能与驯乐的转换。李校长，什么是物理呀？物理能吃吗？比食堂的红烧肉还香吗？问得好，比如今天讲的动能，你们在路边看到一块石头，它是静止的，如果你们用手扔出去，石头就有了速度和质量，这就叫动能。铁柱同学，请你起立回答一下，如果在战场上，一个骑兵骑着马向你冲过来，他的动能大不大？报告校长，俺不懂动能，但躲不开，俺就把马头砸碎。愚蠢！人的肌肉力量是有极限的，你砸碎一个马头，如果是100个呢？10000个呢？这时候就需要更大的动能去进行物理超度。根据动能定理，也就是动能等于1/2的质量乘以速度的平方。当我们用高浓度无烟火药在一瞬间产生极其恐怖的膨胀气体，将一颗重达10克的金属弹头以每秒800米的速度推出膛口时，这颗弹头携带的动能足以在瞬间撕裂古代最坚固的明光卡，打碎它们的骨头，并且因为子弹翻滚产生空腔效应，将它们的内脏搅成一锅烂粥。这就叫物理学防守。二狗，我怎么感觉李祖宗教的东西比阎王爷的生死簿还要吓人呢？懂个屁！这叫知识的力量。等我儿子学好物理，以后就让他去开拖拉机撞人。很好，看来大家已经初步理解了动能的恐怖。那么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将军，最高警报，有大批敌人入侵。完了，难道是山里的土匪来抢咱们的红烧肉了？土匪？土匪看到咱们外围那高达20米的水泥大坝，早就吓尿了。不出我所料，这警报是朝廷的军队来了。朝廷的大军！村长莫慌，管他是土匪还是官兵，敢动咱们洛言小区的一砖一画，老子跟他拼了！就是拼了！同学们，下课。今天我不布置纸面作业了，全体起立，咱们去谷口上一堂生动的、真实的动能物理学实验课。铁柱在，拉响2级战斗警报，通知全村，妇孺老幼进入防空洞。所有青壮年工人放下手里的农家和扳手，去1号军火库领取装备。既然老皇帝想要见识一下什么叫机关异兽，那本将军今天就给他上一盘硬菜。大将军，前面就是瘴气谷了，那个反贼李凡就带着一帮泥腿子躲在里面。哼，皇上真是越老越胆小了。区区一个被流放的废物将军，带着几百个连字都不认识的乡下泥腿子，居然要本帅亲自率领10万精锐来剿灭！什么机关异兽，什么妖术火器，在绝对的兵力面前，全都是土鸡瓦狗！传本帅军令，全军加速前进，包围瘴气谷。3个时辰内，本帅要踏平那个山谷，活戳李凡，把里面的金银财宝全部给本帅搬空！大将军，大将军，怎么回事？为何停军？大将军，前方没路了！没路了？胡说八道！
瘴气谷难道是死胡同不成？啊！这是什么城墙？就算是用糯米汁和青砖，也不可能砌得如此平滑，没有缝隙啊！喂，听得到吗？外面的10万官兵听着，你们现在已经非法侵入了落雁重工企业的私人领地，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放下武器，双手抱头，排队去2号车间报到。我可以给你们安排去挖煤，否则生死有命！哼哼，妖言惑众，简直是装神弄鬼！哼，10万大军在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本帅也能把他踏平。李凡，你少在这里故弄玄虚！你以为建堵破墙，弄几个铁桶子就能挡我大前天威吗？立刻开门投降，献上所有东西，本帅或许还能在皇上面前替你求个全尸。废话真多。铁柱，我刚才说的话，用大白话怎么翻译？我们将军说了，不想死的赶紧滚过来挖煤，再敢逼逼，头给你们打飞！放肆！区一个弃子也敢对本帅无礼！大将军，别跟这群泥腿废话了，他们就是群乡巴佬。那城墙看着滑溜，只要咱们用攻城锤和云梯，绝对能一举拿下。传本帅公令，全军出击！给本帅架云梯，攻城锤准备！第一个攻上城头者，赏黄金1万两，官升3级；活戳李凡者，封万户侯。杀！冲啊！那家伙的人头是老子的！物理学第1定律：落后就要挨打。瘦猴，第1波测试，生化防线启动。好嘞，将军。这是什么妖物？我的眼睛好痛，辣，好辣！救命啊！眼泪停不下来了，我想我娘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中邪了吗？外面的朋友们不要慌，这叫高浓度辣椒素与催泪煞死混合烟雾弹。这是我在基建过程中用后山提纯的野山椒精油混合了刺激性化学气体，通过蒸汽压缩技术制造的小玩意儿。是不是很治愈？治愈你大爷！卑鄙无耻，居然用毒烟！弓箭手放！报告将军，敌人的弓箭连咱们的玻璃都射不穿。那是自然，这可是忌讳经过3次淬火钢化的工业玻璃。既然他们喜欢玩冲锋，那就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钢铁洪流。铁柱，打开城门，让咱们的装甲部队出去透透气。是。这是什么怪物？妖怪！那是妖怪啊！不要慌，给我顶住！用长矛刺穿他们！怪物！怪物啊！根本不是人打赢的！完了，这到底是什么妖术？大将军，咱们撤吧！这李凡绝对是妖神转世啊！撤！我10万大军连敌人的衣角都没碰到就撤，皇上会饶了我吗？重甲骑兵营给本帅出击，撞翻那些铁盒子！大锤，老鲁，落雁1号防空炮，是时候听听响了。将军，这装了20斤高浓度毁药，连铁砂都没放，您确定只听个响？物理学第2定律：恐惧来源于火力不足，更来源于震耳欲聋的声音。打空包弹听个响，
足够了。杀光他们没意义，我要的是摧毁他们的信仰。装弹！所有人捂住耳朵，张开嘴巴！我们将军说了，打仗是个体力活。现在饭点了，我们将军请大将军进谷里吃顿便饭。吃饭，吃断头饭吧。成王败寇，我赵无极认栽了。走吧，带我去见李凡，要杀要剐，悉听尊便。这是人间吗？来了，坐。李凡，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这……嘘，开饭的时候不谈国事。这不用火，汤怎么自己开了？这叫导热油与高压蒸汽夹层加热技术，也就是蒸汽火锅。尝尝。太好吃了！这是什么神仙肉？这汤底是怎么熬的？好吃就多吃点，这是用挺纯的味精加现代底料熬的。你以前吃的那些清汤寡水，跟猪食没区别。李凡，我输了，不仅是打仗输了，连这口吃的我都输得体无完肤。你造的这些机器，你建的这座城，根本不是造反，你是在造仙界呀！大前王朝的气数已尽，皇帝昏庸，国库空虚，百姓易子而食。而在这里，我看到了什么是丰衣足食，什么是改天换地。带兵的大将军赵无极已死，从今天起，我赵无极愿做李将军妹下一马足。只要能天天吃上这口火锅，让我去开那个冒烟的铁车，我都干。很好，既然你加入了，那这外面的10万大军也就是我们的免费劳动力了。去，告诉他们，愿意留下的，包吃包住，顿顿有肉，全部变入基建工程队。我们要开始修一条从这里直通京城的水泥铁路了。那帮兔崽子要是知道天天能吃上这种神仙饭，赶他们都不走。7天了，赵无极的10万大军怎么还没有捷报传来？皇上，报告，是不是赵无极把李坟抓回来了？金子呢？金子拉回来多少？皇上，败了，全败了。什么？10万大军败给了一个村子？是的，据前线探子汇报，李凡的村子里开出了10头刀枪不入的钢铁妖兽，10万大军被吓破了胆，全军覆没。那赵无极呢？他战死了吗？赵大将军被李坟请进谷里吃了一顿饭后，当场倒戈了。不仅如此，他还带着那10万大军直接归顺了李坟，现在正在给李坟修什么马路，说是要修到京城来。天亡我大钱！天亡我大钱啊！用800里加急送去瘴气谷，亲手交给李坟。